小伙伴们，周五好！最近在房东群看到很多房东都在讨论是否把房子租给带宠物，特别是带狗的租客。这期就让我们针对这个话题，好好聊聊租房宠物那些事儿，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不要租给带狗的租客，亦或可以说不要租给带宠物的租客。因为狗算是最常见的宠物，但猫小鸟养的人也很多。在这么多年的租房经历中，也经常有这类租客来问询。在加拿大，特别是我所在的城市，宠物绝对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下面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宠物这件事儿，同时总结是否应该租给带宠物的租客。首先，根据过去的出租经验，先从本人主观层面来看宠物这件事儿。有跟踪我频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是独立房，也有 Plus 和公寓的出租经验。无论哪一种房型来问询的租客中，有85%都是带宠物的，特别是独立房。可以说，拒绝带宠物的租客，等于是把大部分的租客都拒在了门外。当然，如果您手上只有1到2套投资房，余粮充足，刚好出租时间又落在租房旺季，那您可以慢慢挑选，直到找到既过了筛选条件又不带任何宠物的租客。但对于手头上有很多套投资房的小伙伴们不太现实，因为不可能每套房子都刚好落在租房旺季，更不可能空着很多房子一直等到没有带宠物的租客再签约。出租房子的时候，我们看重的筛选条件是信用记录、犯罪记录、工作情况、经济情况、入住人数是否符合、入住时间是否一致、入住的租客类型是否与自己的物业匹配等。其中最看重的筛选条件是这个租客是否有被前房东告过，这点才是重中之重。频道里有一期教您5招预防坏租客，有非常详细的分享应该如何去筛选、去挑选租客。小伙伴们看完这一期一定记得去收来看看。我们用这些方法至今都没碰到特别头疼的租客。不会吧？至于有没有带宠物，不是我们决定是否租给这个人的必要条件。当然不带宠物最好，但如果租客带宠物别的条件都符合，也通过我们别的筛选，我们还是会考虑租给他的。当然也不是让大家闭着眼睛，不管有多少个宠物、多大的宠物、什么类型的宠物，只要过别的筛选条件都可以租给他。宠物数量、类型等还是要合理的。比如租客带1个狗和带5个狗就是天大的区别。还有就是带家具出租和不带家具出租的房子也有很大区别。一般不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对宠物的容忍度更高一些。反正说到底，任何事情都要 make sense， 都要合理。同时签合同前，我们一般都会旁敲侧击的提醒租客留宠物押金，在我们所在的城市是不允许的，但是通过一些方式去沟通，可以使这个事情变得合理。想知道这个小技巧的小伙伴们，邮件我们索取，我们的邮箱是 mingandalex@gmail.com。 聊完上面自己对于是否租给带宠物租客的主观感受，下面我们来聊聊客观看到的一些情况和对这些现象自己的想法。房东群里有很多房东都很反对带宠物的租客，同时聊的最多的就是体型大的宠物，比如大狗会怎么样怎么样，体型小的宠物又会怎么样怎么样，细致到分不同磅数、不同类别的犬类来分析这些宠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却忘了宠物不是我们最应该担忧的，而是宠物的主人。拿狗主人为例，只要宠物的主人靠谱、负责任，有好好的训练它们，比如不能在家里大小便，经常会遛狗，主人自己就会很干净整洁，有爱心。不管大狗还是小狗，何种类型的，主要是狗主人过了您的筛选，自然不用担心上面提到的问题。看到这里，你们也许又会问，那如何保证狗主人是您描述的那样呢？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辨别的，比如通过小细节来观察，这个人看房是否准时，在您网上电话筛选的时候，是否主动提出自己有宠物，并讲明何种类型、多大年纪的宠物，这个宠物是否训练有素，
这个租客是否配合您提出的问题，是否耐心有条理的回答，看房的时候观察他的穿着、言行是否干净整洁，举止礼貌，有没有主动提出把宠物带过来给您看。别小看这些细节，我们租房时就有碰到连看房的时候就对宠物不是很关心的租客，比如把宠物单独关在车里，大声的呵斥宠物等。想象一下，我们在旁边都会这样，那我们不在旁边，他自己在房子里是否会负责、会训练宠物？我们有碰到过一些很奇葩的，直接告诉我们在家里他们会放一个位置让宠物排泄。想象一下这样做到时会留下来的气味。这样做还有没有王法？这样的租客都不用考虑，肯定就是一个 no。 也许看到这里你们还是觉得不放心，会说这些都是自己主观猜测的。如果不放心，是可以提出签约的时候去租客现在居住的房子签约，这样就可以直接看到租客的房子是否整洁，里面是否有动物的气味等。就算他们临时收拾得很干净，但是去到他家里观察一些房子的基础设施和小细节，还是能判断这个人是否干净靠谱的。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包括租客也不可能100%完美，只要接近完美，我们也不太好挑三拣四了。上面主观客观的聊了一下是否出租给带宠物租客的感受，下面提醒一下大家，不管喜欢与否，将来的大趋势就是政府会出条令，不能以宠物为由而不出租，这是不可逆的。比如有些看似是宠物的动物，比如导盲犬，因租客主观或客观原因需要的情感支持犬，这些都不在宠物的范畴，是一定不可以以不想要宠物为由拒绝租客申请的，闹不好让租客反告我们就不好了。那既然有些情况不能拒绝带宠物的租客，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察言观色去挑选好的宠物主人，这里根据自己过往经验，还要提醒大家出租前要和租客讲好的几个事情。第一，如果将来租客要搬走，带别的租客看房，或者房子有紧急情况需要境内维修等时候，不能以宠物对陌生人不友好为由阻碍或者延迟我们去看房。狗主人要自己想办法找到人短暂的看护狗，这个情况我们遇到很多次，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出租前房子情况拍照记录好，说好万一宠物造成任何损害要照价赔偿。比如我们有一个租客，他的狗在后院的某些区域走动比较多，造成那部分位置的草长不好，狗主人自己要在退房前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旁敲侧击要到宠物押金的事儿，说到底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先把丑话说在前头，起到提醒震慑租客的作用。聊到这里，几乎关于宠物能想到的都和大家分享了，这里再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也就是下面的几点。第一，不要因为带宠物而拒绝优质的租客。第二，与其把精力放在宠物的身上，一定要把重点花在审查宠物主人的身上，主要主人好，宠物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第三，租给带宠物租客前应该提醒他们的几件事儿，也就是不能以宠物为由拖延我们进去看房，即要到宠物押金，因宠物造成的损失，主人一定要处理好等。上面就是今天要聊的所有内容。小伙伴们别忘了动动可爱的小手给我们点个赞及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五都会给大家更新房地产投资、管理、出租房、创业等实用内容。上次小伙伴们问我是如何设计出频道的封面图和每一期的封面图是用的什么软件的，我把自己用的一款叫做 Canvas 的软件链接分享在评论栏里了，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击该链接，免费试用这个设计软件来设计自己想要的封面图，非常推荐这款软件，很好用。不明白如何操作使用的小伙伴可以随时邮件我，我一有空会尽快回复大家。这期就聊到这里了，祝小伙伴们周末愉快，下周五再见咯，拜。